当70岁的爷爷背着5岁的小孙女，穿着贵州少数民族服装出现在国际时装周 T 台上时，全场瞬间鸦雀无声，观众们都看傻了，摄影师们都没反应过来。等反应过来后，瞬间拿起长枪短炮疯狂拍照，他们生怕错过这1分钟的魔幻瞬间。70岁爷爷穿着一双草鞋，用翻地的犁背着小孙女，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，每一步都走出了中国人的自信与洒脱。回过神来的观众们瞬间以热烈的掌声回应着。紧接着，44名来自贵州大山里的少年们，同样穿着苗族、侗族、瑶族等少数民族服装，依次登台亮相。有几个画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：一名只有5岁的小女孩，身着民族盛装，脸上带着稚嫩的笑容，甚至走起路来还有一些蹒跚学步的感觉，但清澈的眼神中却充满自信。紧接着，另外一个小朋友走上舞台中央时，所有人都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这个上台的小女孩竟然背着一条鱼。而我敢断定，这个小女孩一定是来自贵州凯里，她背着鱼就是想告诉全世界，凯里的酸汤鱼就是人间美味。还有一个小朋友手里拎着2个小鸟笼，大摇大摆地走上了 T 台。无论是在场的中国人或是外国人，几乎没有人知道这2个小小的鸟笼啊，也叫卡拉笼，来自贵州丹寨县的卡拉村。这个村做这种鸟笼的历史已经有400多年，比美国的建国时间都要长。全场最高光的时刻，给了一个扛枪的少年，那从容的步伐、坚毅的表情、自信的目光，简直又帅又酷。就这孩子的气质，如果当兵，我敢断定前途不可限量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这45名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贵州少年，最小的不过5岁，最大的也不过10几岁。在此之前，他们甚至都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村庄，即便是 T 台上的走秀技巧，都是利用课余时间或业余时间从网上学来的，然后自己琢磨再练习，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系统专业的训练。2024年俄罗斯国际时装周上，一群外国小孩穿着各个品牌、各大知名设计师做的衣服走上 T 台时，五颜六色的衣服除了品牌溢价，我真没看出来哪儿好看。甚至咱们说一句过分的话，那些外国小孩穿的也只是一件衣服罢了。我们的贵州孩子们呢，身上每一件服饰、每一个饰品，都是他们跟家人一针一线手工制作，有些配饰甚至是妈妈奶奶曾经的嫁妆，还有一些民族服饰更是中国非遗的文化传承，随随便便一件可能都是上千年的历史。这种带着1000年文化的服装，再知名的设计师，我相信他也设计不出来；再豪华的奢侈品品牌，他一定做不出来。如今，孩子们跨越1600多公里，来到北京，来到国际时装周，身着民族盛装，拿着乐器，拿着农具，向全世界展示的不仅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漂亮衣服，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输出。这让我想起最近几年火爆全球的村超。国足不行，贵州的村超顶上，哪怕球员是由摊贩、司机、学生等普通群众组成，多民族球员的同场竞技，让民族文化与现代体育交融，大大增强了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，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深刻彰显。在这场国际时装周上的贵州村 T 谢幕时，45个小朋友一起唱起了《歌唱祖国》这首歌，让曾经属于西方人的 T 台响起了东方的嘹亮歌声，让世界听到了大山的声音，更让千年非遗服饰绽放国际舞台。这哪里是谢幕啊，分明是千年文化的新起点。45名少年在 T 台上的一小步，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在全球舞台上输出的一大步。当中国的军事、航天、科技等一次次的上世界亮出肌肉后，中国的民族文化也必将再次惊艳世界，震撼全球。